这个生意风险这么大，你为什么还要去继续做这个？暴利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钟啊，我现在是在非洲的索马里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邦特兰啊。邦特兰这个地方呢，是属于索马里管辖下的一个自治政府。这个地方呢，也很有故事啊。它这个地方呢，是之前索马里海盗的一个老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搭乘当地的小飞机，到底有多小呢？我们敬请期待吧。这就是索马里兰的国际机场，兄弟们。那后面呢，就是他们的移民局啊。就是虽然说这个索马里兰被认为是索马里的一部分，但是呢，咱们坐飞机也是要出境的啊，也是要盖章。这个机场里面都是光纤啊什么的广告啊。看一下这索马里人的箱子啊，箱子上都写着 dollar。他们这个称行李的也是用这种秤啊，行李都没有托运袋的，都是手提的。咱们现在是已经在候机厅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比较小啊，也比较简单。然后出门过去呢，就是停机坪，所以离得也很近。登机呢也不需要廊桥，也不需要巴士，走路就行了。兄弟们，这就是咱们的登机牌了，都是手写的。然后刚我问他能不能要个要窗的位置，他说咱们这儿的座是 free seat 啊，就是你随便坐，先到先得的那种。刚好有时间呢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索马里地区的3个部分它的签证情况。首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索马里兰呢，也是需要邀请函，然后是落地签。然后另一个呢是邦特兰，邦特兰呢算是索马里辖下的一个自治州政府。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那个自主性呢。索马里中央政府的话，进去也是需要邀请函和落地签，费用的话大概就是签证是60美金，然后那个邀请函的费用的话，就是看你的渠道不一样，费用也不一样。然后这3个地区呢，索马里兰是最稳定也是最安全的一个地区啊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在索马里旅行啊，就是一步一步增加难度吧。这个是他们要把货物拿过去托运的，兄弟们，太厉害了。Yeah, Garowe. You came for work? No, for visit. For visit. I have a friend in Garowe, so I'm just go there and drop by there. Yeah. Have you tried this small airplane before? Yeah. Oh. I don't like this smell. It's not stable, huh? I see. It's like you are in the hospital. Really? 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是要登机了，这是咱们今天要坐的飞机。它这个行李都是塞在下面的，兄弟们。这架飞机呢是一架英国的节流。咱们现在是准备要上跑道了，这个飞机感觉也很有年代了，兄弟们。我的妈，这个飞机好颠啊！英国宇航的节流32，我感觉这个飞机一旦出事也没得救了。所以咱们在上飞机的时候，那个乘务员啊，他也并没有去讲解这个安全的一些措施什么的。其实我坐飞机很少晕机的，但这一次我感觉有点晕，而且噪声特别的大。马上要开始降落了，开始晃了。我的妈！我怎么感觉它在跑道上漂移啊？我的天！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是抵达了加勒维的国际机场了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，落地了。坐这个飞机真的还是挺担心的，因为这个飞机本身它之前出过很多事故，而且呢也算是很老的飞机了。没事没事，不要紧，这个反正都是脏的。他这些都是查车子哈，但是他一般不查中国人哈。也查。机场。哦，这两边都是这种戈壁的感觉。车是在那个埃塞俄比亚拉过来的。前面那个车挂的也是2个牌照啊，一个埃塞的，一个当地的。这是当地的学生啊，他们在这里买吃的。这旁边是个学校。这个又是哪个领导的车？领导的车哈。这个电池就是因为那个港口出的这个事情。哇，这些车子装了好多东西哦。他们这里面随便装。Later。兄弟们，咱们到老乡家了。是那吗？他们肯定说你们又多了一个同事。这个113，好，谢谢。咱们现在是终于落脚了。这洗手间。这个是旅馆的门啊，兄弟们。再买点东西啊，拿到媳妇儿，然后再拿一个纸巾。
1 2 3 4 6 OK。现金买不行呢，他没钱找你的。他没钱找是吧？那这边消费也是一样吗？都是网上消费。在这个加洛维，就是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无现金啊！我用这个美金去买东西，他们是美金计价，但是呢，就是他必须得要手机支付才行。然后我这刚来又没有手机支付，就只能麻烦这个大哥帮我付一下了。就这边真的是现金一点都不行吗？现金多少钱？number OK。这边是在盖厂房啊，也是咱四川老乡啊，在这边创业。这个是一头的办公室吗？这是别墅。哦，这是个别墅。这个是设计的游泳池啊，兄弟们，太牛了，在沙漠里面游泳哎，这周围都是那个沙漠戈壁。大家看到所有这些钢材啊什么的，也都从国内发过来的。钢卷呢，到这边来之后呢，自己把它压成彩钢瓦。我的妈，太大的风了！师傅你好，在切那个角钢啊。您这来多久了？1年了，就一直在这个工地啊。对。这也是一个中国师傅，在这边带着2个当地的工人在这边弯钢筋。中国人真的太能吃苦了，就是索马里这个条件，一个本身环境就比较恶劣吧，然后还来这边创业啊。这边在打混凝土啊，咱看一下这个水泥，它也是进口的，兄弟们，阿曼的。这也是搅混凝土的吗？做砖的机器，真的，我感觉瘦一点都会变好。只能说中国人真的太厉害了，在这个索马里都没有人敢来的地方，居然在这里投资建厂房。咱们看这个索马里的石头哈，它这个感觉都是亮晶晶的，特别看这种很亮，感觉像有水晶的成分在。所以有句话说的是什么呢？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中国人。这里面有黄金啊，这是盐金矿。盐金矿。我刚才走过来，我以为这个是他们拿来吸那个烟头的呢，结果没想到是黄金，我的天！这是熔完了往那里倒的。这是定型的，我可以用这个看吗？你看那个亮的是硫化物，那里边就怼着看吗？就这样？对，贴眼睛看。就是在发光的那个是吧？对，发亮那个是硫化物，就那里边含金量很高。天哪！就这里面的除了黄金还有其他的东西？有铁，有铜，有银。这就是明金，这叫明金矿是吧？就能够看得见金子。这种矿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种含量都得在1吨在几十克以上都得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在非洲淘出来的金，你都是怎么样去处理把它变成钱的呢？要这样，就是风险低一些就卖给银行，卖给当地。就是卖给当地的银行，就非洲的银行。非洲的银行，这各国家有央行有这个。就他们其实也是想要这些黄金的，只是说自己没办法开采。他们没有这个技术，开采技术，他们都是原始那种技术，用手工去弄，效率很低。半工业开采。所以其实黄金淘出来之后，对于他们国家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了。对呀。我之前了解到，就是在非洲做黄金生意的，或者是采金的，其实很多人他是赔钱的。大部分都赔钱。大部分都赔钱。在非洲虽然说是人工便宜啊，各种费用便宜啊，但现在非洲这个国家的是没有信誉啊。就是说我们赔钱不是因为矿不好，从我们公司16年开始成立，到19年的12月31号正式注销，赔了将近9000万。9000万人民币。在哪个国家呀？在埃塞俄比亚。就是你在那边投资了9000万，就是亏掉了。对，亏掉了。一开始是阿比政府没上台的时候，跟我们签的协议是，勘探完之后，我们需要哪个矿权，他给我把矿权给我们，给中国人。阿比上台以后就取消掉，就不给了。其实我明白你说的一个情况，就在非洲很多国家，你在办所有的开采啊或者什么的，就是那个证件的时候，都是已经交了钱，证也给你了。但是等到后面的时候不认了，然后又把你这个设备啊、机械啊什么都给你收了，然后又罚你款，怎么说呢？没有信誉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在工地，因为这个矿主嘛，一开始出的不好的时候，产量低的时候，不犯什么毛病，
完了稳定一下产量好了，遇见好的地方了，他想把我们赶走，不让我们干，他就想自己捞。他是整那村里很多枪，就是一个村子里他没有鞋穿，他都带枪。他晚上半夜的时候往我们那个工棚，我们的工棚都是铁皮的嘛，往那棚顶上扫射，要冲锋枪，打几十个孔。会有保护措施吗？那有什么保护措施啊？就在工棚里边都是木头板钉的。那你们有安保人有枪吗？有安保，有安保，他在棚里他都不敢出来。没办法，人太多了。他不敢打，他不知道外边多少人来。这个工作，这个生意风险这么大，你为什么还要去继续做这个？暴利嘛，出来的刚果机中飞的死了，现在得有我们公司的人好像现在都有4个人，还有一个没找着的。死了3个，还有一个失踪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。在刚果金，刚果金还有中飞，中飞那是去年嘛，前年，那不行刑是处决嘛，总共11个人。哦，对，我知道瓦格纳好像是不是？对，他都说是瓦格纳，但是不一定是哪儿。刚果金一个工棚的几个中国人都死了，所以说这下子就是人财两空，都没了。那您现在是多大岁数呢？我53了。那您这没想过说退休，还想着在外面？还得在非洲再坚持2年，这毕竟这边还有机会，要没机会就回。那您家人、孩子他们同意、愿意你在这边吗？回去没什么事情啊，回去没事。但是这个风险这么高，他们会不是我是自己早就要回去，很早以前就要回去了。回不去？回不去。